大家好，我是陈胜。我们终于迎来了 LX 系列的大改款。很多人对 LX 的了解还是从陆巡开始的。陆巡就是丰田陆地巡洋舰的简称，这款车创造了一个越野车的神话。当年朝鲜战争时期，美国军队需要一批马力强劲、越野性能出色的吉普车来帮助他们进军朝鲜半岛。丰田公司为了拿下这笔大订单，便研发了一款名为 Toyota Jeep BJ 的越野车。这款命名为 BJ 的6缸4驱越野车，当时的输出马力就已经达到了105匹。要知道，当年很多品牌的初代车型引擎也只有50匹马力。虽然最后这台吉普并没有被美军采用，但这台吉普的成功研发帮助丰田顺利打开了进军越野车世界的大门。BJ 成为后来陆地巡洋舰的前身。为了和当时的英国品牌 Land Rover 路虎竞争，丰田公司把 BJ 改名为 Land Cruiser， 中文翻译叫做兰德酷鲁泽，也有人称之为陆地巡洋舰。1995年，雷克萨斯为了进军豪华 SUV 市场，在兰德酷鲁泽的基础上制造了更为豪华的 LX 系列，设计理念围绕可靠、耐用、越野、豪华这8个字。这次改款已经是 LX 的第4代了。近几年，雷克萨斯在设计上突破传统，设计前卫，这些大刀阔斧的改进都要归功于日本丰田新董事长丰田章男。他本人也是一个酷爱赛车的业余赛车手，在他的带领下，雷克萨斯逐渐脱离了传统设计的束缚，敢于想象，不断超越极限，在追求更大马力和加速度的同时，兼顾环保和低碳排放。这个巨大的进气格栅用霸气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的，挡风玻璃的倾角也做到了最小，车轮从原来的18英寸增大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22英寸，车身设计也更为方正。这次采用了全新的 GAF 平台，配以4连杆后悬架，更专注于各类地形的越野功能。前引擎位置下调28毫米，后移70毫米，提供更为接近50-50的配重比。关于车辆设计配重比，大家可以参看我之前的 ALC 视频。由于新款 V6 发动机相对较轻，加之采用新型材料，使得整体车身强度增加了 20%， 而重量却成功地减少了200公斤。要知道，在车上减重的难度绝不亚于成人减肥。比如，工程师当年为了减去 RX 车身半磅的重量，重新设计了车身所有的螺丝，把原本平头的螺丝全部改用新设计的凹面螺丝。在引擎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，车身更轻，可以带来更快的加速和更少的油耗。LX 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还采用承载式车身的重量级越野车。现在市场上 99% 的车都是非承载式车身，车身做成一体式结构，好处是重量轻，操控更为灵活。承载式车身基于车架大梁，虽然比较笨重，成本高，操控不灵活，但是出坑入坑不会变形，即使4个轮子受力不均匀而造成颠簸，完全由车架承担，不会传递到车身上面去。而车架能最大程度地吸收震动和冲击，提供最舒适的驾驶体验。目前也只有卡车和几款专业的越野车，像大 G、牧马人等还在使用。可调悬挂预设了4个不同的级别，可以将 LX 的涉水能力提升到70厘米。我还特意量了一下 RX350 20寸的轮胎尺寸，70厘米的话，已经达到了 RX350 侧门一半的高度。这个涉水性能估计过一个小溪小河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新款 LX 继续保留了接近角26度、通过角25度、离去角26度的黄金比例，在 2.85 米的轴距范围内，最大程度地兼顾了越野性能和乘坐的舒适性。新款还特别增加了全地形摄像头，玩过越野车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在越野爬坡、坡度较陡的时候，驾驶员经常只能看到蓝天，有了俯视影像功能，就能模拟看清车轮下的状况，及时做出准确的驾驶判断。Electronic
Kinetic Dynamic Suspension System， 全称为电子可变动态悬挂系统。专业越野车的底盘相对较高，当然重心也会偏高，在开高速或者过弯道的时候就容易发飘，于是就发明了横向稳定杆来对抗侧倾。但是横向稳定杆是不允许左右车轮有太大的落差，所以在越野的时候必须拆除。手动拆除一是有难度，二是这么大一个稳定杆拆下来往哪里放也是个大问题，所以有些越野车索性就不再安装横向稳定杆了。LRX 的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况自动分析解除横向稳定杆的作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车辆的悬挂系统会根据行驶的路况自动调节悬挂高度，尤其是在越野时，系统会自动断开横向稳定杆，以便车轮悬空的一侧悬挂尽可能的拉长伸展，尽最大可能保持4个轮子的抓地力。而在高速行驶时，自动连接上横向稳定杆，提供更好的公路操控性和抗侧倾。新款放弃了第3代自然吸气的 5.7 升 V8 发动机，转而采用了双涡轮增压 3.5 升 V6 发动机，可以产生409马力和479磅的峰值扭矩，比老款的 V8 383马力和403磅的扭矩都大幅增加，配以10速变速箱，做到了低速越野更为顺滑，高速更省油。虽然8缸引擎在 LX 上已经成为绝唱，不过未来几年大家还是会看到更多的8缸新款，包括 IS500， 还有据说2025年的新款 LFA V8 Twin Turbo 能够提供高达930马力的动力。具体信息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慢慢给大家讲。近年来，在梅赛德斯迈巴赫的引领下， VIP 后排座椅做的是越豪华越精致。为此，新款 LX 除了普通的7座款，还特别推出了超豪华的4座 VIP 特别款。第2排的座椅由中控台分割成2个头等舱座椅，配备6项电动调节以及7个按摩程序，5个强度级别，全部由控制台上的触摸屏来控制。为了彻底放松，副驾驶后排的乘客甚至可以控制副驾的座椅，并且向前折叠到前操控台，以获得更多的腿部空间。这款4座的 VIP 特别款还在后中控台配备了手机无线充电、电源插座、USB 接口、耳机插孔以及一个小桌板，可以兼做书写台面。据说这个桌板还喷有自修复涂料，可以防止刮擦。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3屏设置，除了仪表盘，在通风口之间嵌入了一个7英寸的显示屏，顶部还有一个12.3英寸的显示屏。LX 采用了今年早些时候在 NX 中首次亮相最新款的信息娱乐系统，使用起来比以前的操作系统更为简单，响应速度也更快，而且还能够接受无线软件更新。至于是用一块14英寸的大屏幕好，还是像 ARX 这样分屏好，我觉得各有千秋。像 ARX 这样的分屏设计，下部显示屏显示气候控制系统和车辆状态，比如驾驶模式、悬挂高度、越野仪表等，我觉得更加一目了然。即使做了大屏幕，这些信息也是会长久固定显示。而上部的屏幕处理导航、娱乐，外部摄像头还能根据个人需要进行切换。显示屏一侧的启动键这次采用了指纹识别设计，而且可以最多记录10个指纹，估计这个防盗保护技术也会很快被用于雷克萨斯的其他新款车上。其实雷克萨斯这几年一直在做人工智能语音，希望驾驶者尽可能在开车时不要过多的手动操作屏幕，而是希望更多的使用车载数字助理，基于车载无线云数据传输，通过类似于 Hey Siri 这样的语音命令，使用更自然的语言交流来控制导航、音乐、电话和温度的设置。由于整个系统连接到云端，您还可以在雷克萨斯的 APP 中设置一个您的使用偏好，以后开车只需要随带您的手机，就可以在不同的雷克萨斯车辆之间切换移动您的个人资料。第3个屏幕占据了驾驶员前方的大部分仪表盘，两侧是4个模拟仪表，外观随着不同的驱动模式而变化。这是 LX 的新功能，包括 Auto 自动、碎石路段、沙地、泥沼、雪地和岩石。另外还可以选择节能、舒适、
正常、运动、运动 Plus 以及个性化等6种不同的驾驶模式，还能显示相关越野功能，比如悬架高度、中控差速锁、4轮驱动选择和越野辅助。总体来说，第4代的 ARX600 的改款还是很成功的。从新闻发布会的1周之内，我们就收到了多达20多份的新款 ARX 订单。关于新车的具体操作细节，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慢慢讲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，再次感谢您花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订阅、点赞，我是陈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